嘿，大家好，我是 A。那今天我們回來這個高排名機場的一場對戰比賽啊。對，那因為啊，其實我這個頻道啊，就是我個人的興趣是比較偏向多發一些不同類型有特色的比賽，而不是不停的發一些高排名的對戰。那因為眾所周知，高排名的對戰通常的打法都是一樣的，就是基本上都是神行者聖獸什麼梅菲斯特那種不停的重複，然後甚至他們的 combo 啊也是一樣的。所以的話，我是比較偏向发一些比較特別一點的一些英雄玩家的比賽，而不是不停的发這些高排名的對戰。那但是有時候還是需要有這種高排名對戰的。那因為我也知道有一部分的玩家其實蠻喜歡看這種的，所以的話，今天啊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高排名的玩家打的一場比賽。那這部影片呢，這部素材其實已經很久之前了。那但是有多久我也忘記了，應該2個月、1個月、2個月前吧。那這個玩家現在是第幾名？其實我也不知道，因為啊，現在拉塞嘎伊利夫裡面啊，他们這些死亡組玩家，因為通常高排名都是死亡組玩家，這些死亡組玩家他們都不知道為什麼把那個名字全都改成一樣的，然後基本上你是分不出誰是誰，因為不論是他們的名字還是他們的打法都是一樣的。所以的話，他現在是第幾名？你問我也不知道，因為我也不知道他現在改那個名字到底哪個是他，因為太相似了他們的名字。對，那所以的話，今天就來看一次吧，就跟這個高排名玩家打了一場比賽。那已經來到這個第1回合的尾聲了。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其實打那種高排名對戰啊，就是大家兩邊對於那些技能也好，或者是角色的那些理解也好，也是比較高一點的，對比一般玩家。那如果有這種情況出現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或者是有什麼情況會出現，就是大家的技能都會扣得非常之死。那基本上你如果抓不到對面的破绽的話，你的技能是不會開的。那個就是很多高排名對戰或者是高端對戰的一些經常發生的局啊。那所以的話，通常啊，他們都會有一種類似必殺技的東西，就是把人用那些裝備抓之後，那你就可以給他致命一擊的那些裝備，例如說我之前所說的僵屍衣服，就是把人變僵屍的劍。因為那些衣服如果打中敵人之後，敵人啊是完全不能開技能的，任何技能就算是反轉也好，什麼技能都不能開。然後對面敵人就可以用噴裝或者是消技來給予敵人一個致命的攻擊啊。對，那另一件就是這個降臨術士頭盔，也是直接把對面技能封掉。那也是啊，那件也是用什麼體液頭盔啊，那些也是防不了。只要敌人中了，他下一个技能的開啟都會失效跟自動跪下來。所以的話，也是一件非常之厲害的致命性的裝備。也是啊，那種高端局技能扣得很死的一些比賽經常會使用的裝備。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對面敵人啊在用這個奧迪的龍捲風。那之前我提過一點，就是奧迪的龍捲風在這個新版這一場非常之厲害。那它厲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無視任何風險。如果敵人跟着那個龍捲風來跑的話，它可以無視任何風險來進行進攻。那個是第一個厲害的點。那第二個厲害的點就是它唯一能破解的方式只有一種，就是用防禦的方法來把那個龍捲風弄消失。那它不能用攻擊或者是什麼其他方式來把龍捲風消失。那說到那個龍捲風啊，要我說的話，非常之做壞，而且這種西馬這一場地圖啊，也是非常之少。所以的話，你啊，就是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以躲避的空間所在了。但是我聽說過啊，這個有人玩家說過，這個龍捲風其實不是可以用什麼那些破解針啊，或者是那個守護者來防禦嗎？那這種就很好破解。那其實啊，前期的話還好，就是如果技能階段還沒來之前還好。那但是如果到這技能階段的話，因為大家如果有長時間看我這個比賽的話，一到技能階段，你如果換了其他英雄，你是很容易被對面開技能抓到的。那如果被抓到那些沒有防裝英雄，或者是防裝還沒好的英雄，那你基本上就等於死了，沒兩樣的話。所以說，你會不會為了這個風險，就是為了破解這個
東西來增加你被直接抓死的風險，那這個是你需要考慮的東西啊。對，那我也聽說過另一個觀點，就是有些玩家覺得這個奧丁的龍捲風啊，因為它那個存出來的時間比較長一點，所以說基本上它對於這個整體的局勢是沒有什麼大的影響。那但是如果你問我的話，我一直有說過，這個遊戲有一個打法叫做滾雪球。对，那奧丁呢，只要它龍捲風一出來的話，因為剛才所說啊，它非常之難把它弄消失，而且它對面進攻是可以依賴着這個龍捲風來進攻，像這個一樣，那它就可以不停的把我打下去和掉下去，因為龍捲風中了是會把你傳送到這個起點的，就是個 spawn 點，那然後通常 spawn 點都非常接近這個掉落區，那它就可以不停的把我傳送回去，然後打去掉去，然後不停的重複那個奧丁的龍捲風，然後不停的重複龍捲風掉下去，龍捲風掉下去，龍捲風掉下去，不停的重複這個步驟來達到這個滾雪球功能。所以的話，我覺得奧丁的龍捲風，你說是存很久，那但是你這個說法是比較缺乏了有一個叫滾雪球的打法。所以的話，如果問我的話，整體奧丁的龍捲風也是非常非常之做壞，不論是它那個無風險的進攻，或者是那個滾雪球功能，也是非常非常之離譜啊。對，那這個也是我覺得之前所說的，我覺得奧丁的龍捲風需要削弱，像這個創世紀一樣，換了英雄，它龍捲風就要跟着消失。對，那來到這個第4回合的技能階段，那這邊我讓他那個 Time Piper 衣服抓到，也是啊，因為這個是舊版本的這一茬，就是 Time Piper 衣服還沒有改弱或什麼，還沒有修那個 bug， 所以的話那個 Time Piper 衣服啊 CD 非常非常之快。那這邊的話讓他抓到，那應該是等於死了。对，來到這個第5回合，那這邊也是先用這個奧丁龍捲風來進行這個無風險的進攻啊。那其實啊，也是現在很多人打這種新版機場了，他們的打法都是不停用這個龍捲風來滾雪球。那基本上這個打法是非常之難解決吧，要我來說，因為基本上我的話，我是會用那個操纵重低來一邊進攻一邊抵擋，那但是這個做法是也是有非常高的風險啊。那所以的話，我現在目前啊，如果你問我的話，還是沒有想到怎麼解決這種無風險的做法。對，那這邊呢，他繼續開這個奧丁龍捲風。那沒有了，那基本上他一邊進攻的話，我是沒有做不到任何事情。OK， 這邊不錯，那我就成功避開龍捲風之餘啊，還抓到他。那這邊的話就破解了這個滾雪球的打法，那不錯。那這邊的話，我的技能好了。那其實如果現在的話，放在現在的話，我對這種反手型的打法，因為之前說過，現在很多高排名的玩家都會用這個反手型打法來跟我打。那這種反手型打法的話，那現在這個時間點，其實我已經想到一個比較算是完美的解決方法。那實體是怎樣的話，也是我們後面有機會再展示給大家看。對，那這邊的話，技能開了衣服跟 SD， 那對面的技能好像還沒開。那這邊他開了湯片的衣服，那我們別怕，因為我們的頭盔還有，然後術士衣也是有的。那這邊的話，我們的頭盔先開，那剩這個披風。那披風的話，其實現在如果要勝利，或者是來拿出一個比較大的那個勝率的話，只有這個人猿披風可以幫我們助我們一臂之力。哎呦，這邊的話就來說有點急了，因為這邊的話其實應該是不能把它收掉。那這邊呢，我們現在全都開了，那就比較危險一點。那這邊，哎呦，他用魔彈拉距離，那我們的 SD 快傳好了，那我們小心點。哎呦，可惜，那這邊的話讓他踢了下去，非常非常之痛啊。那不錯，這個 SD 打 SD 那個反應不錯。哎呦，這邊的話可能會死啊。